他是9柱中公认的最强者，仅仅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就能让所有柱安静下来。由于他的武器是铁锤与巨斧，还能硬生生推动巨石，所以粉丝常常调侃他的呼吸法是纯劲大。听上去像在开玩笑，其实一点不夸张。大家都知道炎柱很强，但他究竟强到什么地步？强在哪里？今天我们就从多个角度彻底解析鬼杀队最强柱悲鸣与行鸣。别看悲鸣宇一脸慈悲，总是流泪，性格温和的像个和尚，但在鬼杀队里，他的存在就是怪物级。首先，他比炭治郎他们年长得多，27岁，经验丰富。更反差的是，他哭得狠，杀得更狠。在成为最强柱之前，悲鸣宇其实只是个双目失明的普通青年。他在寺庙里收养了一群孤儿，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抚养。大家虽然没有血缘，但反而因为彼此相依更加亲密。他收留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名叫快月的孩子，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那么的自私自利，也让观众惊叹于世界上真的有人生来就是恶的。事情起因是他偷了寺庙的钱，但是被其他孩子发现了，其他孩子瞒着行明，直接将他赶出了寺庙。而行明对孩子们有一个要求，不能夜归。因为有鬼的存在，寺庙在晚上的时候会点起紫藤花。快月被赶走以后，在当晚就遇到了鬼。他为了不被鬼吃掉，告诉恶鬼不远处的寺庙里有8个孩子和一个大人，给鬼带路，以保证自己不被吃掉，并且方便鬼能进寺庙，还把唯一能驱赶鬼的藤花香炉给熄灭了。就这样，鬼闯入了寺庙，开始大开杀戒。行明仅仅把孩子们护在身后，自己挡住恶鬼。但是由于没有武器的原因，孩子们都想去寻找到武器帮助老师，可就是这样，行明没能护住孩子们，鬼几乎杀死了所有的小孩，只剩下一个叫沙袋的女孩。那一刻，行明被愤怒占据了思考。为了守护小沙袋，他开始拼命挥拳，用尽全力击打恶鬼。随着拳头不断砸下，他自己都震惊了，原来自己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。他一拳又一拳，硬生生一直打到天亮，直到太阳升起，恶鬼消散。也是这次和恶鬼的搏斗，他额头上留下了那道醒目的疤痕。本以为守护了唯一的幸存者小沙袋，行明至少能得到一点安慰，可没想到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。等到有人前来救援时，小沙袋因为年幼、恐惧和混乱，语无伦次地说着那个人是怪物，他杀死了所有人。由于当时很少人知道鬼的存在，都以为行明就是杀害孩子的凶手，行明因此被关进牢狱，甚至面临处刑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为了守护孩子差点拼死的人，如今却无人理解自己，还即将被处死，这种冤屈有多讽刺。就在命悬一线之际，产无夫要哉出手救了他。从那之后，悲鸣宇加入了鬼杀队，凭借那份惊人的力量和坚定的心智，一步步成长为所有柱中最强的存在。进入鬼杀队后，悲鸣宇的实力很快就让所有人心服口服，光是站在那里，他散发出的压迫感就足以让人心生畏惧。伊之助这种靠本能判断的野兽型战士，第一次见到他时，間違いねえあいつ、鬼殺隊最強だ。炭治郎的嗅觉也证实了同样的结论。おー、やっぱりそうか。そうなの？姫島さんだけ匂いが全然違うんだよな。要知道，鬼杀队里每一位柱都是人类剑士中的顶尖强者，可在他们眼里，悲鸣宇却是柱之上的存在。不光是力量，他那种稳如泰山、不惧生死的心态，也让人由衷敬畏。所以，不论是直觉、嗅觉，还是亲身对战的感受，所有人都认定悲鸣宇行明就是鬼杀队当之无愧的最强柱。悲鸣宇真正展现最强柱实力的战役，就是那一场对战上弦一黑死谋。黑死谋可是活了几百年的怪物，实力仅次于无惨，被誉为最强上弦。可当他第一次看到悲鸣宇时，居然赞叹说，这是一个将肉体锤炼到极致的男人，300年未遇了。要知道，能得到黑死谋这种存在的认可，已经说明悲鸣宇的力量远超常人。悲鸣宇并不用刀，而是手持铁链，两端分别连着巨大的铁球和巨斧。这对别人来说是笨重无比的武器，但在他手里就像身体的延伸一样灵活。黑死谋甚至惊叹，这种庞大的武器，悲鸣宇挥舞起来却轻盈的不可思议，简直难以置信。更夸张的是，他用的铁链材料极为特殊，纯度极高，吸收了大量日光，连黑死谋的刀都斩不断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上弦一的武器，却对悲鸣宇的铁链无能为力。短短交手之间，悲鸣宇甚至一度打断了黑死谋的刀刃。虽然对方瞬间再生，但这已经足以证明他能和最强上弦硬碰硬。真正让这场战斗进入高潮的是悲鸣宇觉醒斑纹的时刻，一旦开启，身体能力会大幅提升，代价却是寿命缩短。可悲鸣宇丝毫不在意，他平静地说，
如此觉悟的人怎可为助？这一份无惧生死的心态，让他在战场上彻底释放了潜能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觉醒了通透世界。要知道，这种境界只有极少数最顶尖的剑士才能进入，比如炭治郎、无一郎以及传说中的纪国元一。可悲鸣宇明明是盲人，却凭借心灵与感知跨进了这一层次。他能够洞察黑死谋的动作轨迹，像看见一样，反而更加纯粹。这一刻，悲鸣宇已经不是简单的人类最强，而是用意志和肉体硬生生把自己推上了与上弦一对等的层级。黑死谋的攻势凶猛到近乎压倒一切，刀锋如暴雨般倾泻而下，但悲鸣宇凭借那沉重的铁球和巨斧，不仅硬挡下来，还能巧妙用铁链改变攻击角度，甚至在关键时刻帮不死川卸力，救下了他的双臂。这就是最强柱的差距，他不仅能稳住自己，还能保护同伴。战斗愈演愈烈，悲鸣宇一次次将武器砸向黑死谋，铁链横扫，浮影翻飞，黑死谋不得不全力以赴。在与黑死谋的激战中，悲鸣宇并不是一个人作战，风柱不死川石迷、霞柱石头无一郎，还有玄迷相继加入战局。可即便如此，所有人都清楚，真正支撑全场的核心依旧是悲鸣宇行名。随着战况推进，悲鸣宇的武器更是变红，这象征着最高层次的斩鬼之力。在这一连串的觉醒与压制下，他与伙伴们终于抓住机会，将黑死谋逼入绝境，斩下了黑死谋的头颅。黑死谋在最后时刻心中充满震惊与不甘，他明明是活了数百年的上弦之一，却发现眼前这个人类在短短一场战斗中，力量与境界竟然不断提升，成长速度快得像鬼一样。他的武器变红，他的斑纹觉醒，他甚至踏入了通透世界。这些本该需要岁月与积累才能达到的高度，行明却在与自己交锋的过程中一一突破。黑死谋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男人是真正能与鬼匹敌的人类极限。更让人震撼的是，整场战斗下来，不死川石迷失去意识，无一郎直接腰斩，玄迷身体逐渐消散，但悲鸣宇却依旧屹立不倒。当黑死谋化作灰烬，他几乎是唯一还能继续作战的柱。这份实力，这份耐力，加上那份心智，足以证明悲鸣宇行明确确实实是鬼杀队最强的柱。如果单拎出来对比行明的实力，放在所有柱和上弦之间几乎没有悬念，哪怕是同为柱的强者和他站在一起，也能清楚感受到那份差距。如果让他单挑上弦二童魔，那么从表现来看，他完全有可能直接压制。因为童魔虽然狡猾强大，但面对悲鸣宇这种力量与精神双重顶点的人，很难讨到便宜。甚至有人推测，如果给行明足够时间，他未必不能追上传说中的呼吸始祖纪国元一。虽然这听上去有些夸张，但想想他的成长速度和战斗状态，在黑死谋眼里，行明已经像是在战斗中不断进化的人类怪物。所以说，行明不仅是最强柱，也是离人类极限最近的存在之一。回顾悲鸣与行明的一生，你会发现他就是鬼灭之刃里最极致的对照。生来双目失明，本应孱弱，却在绝境中觉醒出压倒一切的力量。心地善良，总是为他人流泪，却在战场上成为最冷静、最无情的刽子手。从收养孤儿的慈悲僧人，到被冤枉成怪物的囚徒，再到撑起鬼杀队希望的最强柱，他的每一步都在证明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强大不只是肌肉与力量，而是心智与牺牲。最终，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了鬼杀队，献给了人类的未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悲鸣与行明不只是最强柱，更是鬼灭之刃里象征希望与信念的存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你心中，悲鸣宇的实力能排进前几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